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。这个单元要跟大家介绍 System C 的基础语法。这里列出了 System C 来描述硬体时我们常使用的东西以及其观念。首先是 model 是描述一个硬体单元的一个基本单位。接着是 clock 是用来描述这个硬体单元所需要的时脉。第三个是 process 呢，则是描述这一个硬体单元里面它的功能为何。第四个是 event-based simulation， 这是在 System C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它是用来描述这个硬体的触发条件，也就是说，在符合哪一种条件下，这个硬体才会做其行为描述。第五个是传输协定，在这里指的是 module 与 module 之间的所使用的各项协定，包含了 interface 以及 channel 的使用。第六个是平行化的概念，使用 System C 来描述硬体的时候，因为每个 module 都是透过 event 来去做控制以及触发的，因此每个 module 是平行化执行的，而这也符合硬体在运作时的一个特点。那刚才前面有提到 event-based 的 simulation， 那到底什么是 event-based 的 simulation 呢？在一般硬体运作过程中，通常需要符合某个触发条件下，这个硬体才会作动。而这个特点也让 System C 程式在执行过程中并非循序的执行，而且是基于某个启动条件下才会进行执行的。也因此 System C 中也提供了一个用来描述启动讯号的语法。首先 C 与 C++ 一样，System C 也有一个主函式，在 C 与 C++ 当中，程式的进入点通常是在 main 的这个主程式当中，而在 System C 里面，程式的进入点则是在 HC main 里面。在前面其实有提到 ，System C 是基于 C++ 的 library 的一个总和所组合起来的一个 API， 它整个结构是建立在 C++ 之上，因此我们在撰写 System C 之前，一定要去把 System C 点 H 的这个标头档给包含进去，而整体的程式进入点则是写在 HC star 这里。HC star 是告诉我们这个 System C 的程式该从哪个点进去，开始做后续的所有的执行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 System C 描述一个硬体单元最基本的单位，也就是 module。在这个描述 module 的语法当中，它的 keyword 是 SC module。在 SC module 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描述非常多与硬体相关的内容，包含了 port 呢，它是用来描述在这个硬体 module 当中的 input 以及 output。接着是 process 呢，主要是要用来描述这个硬体的 module 它到底的功能为何。第三个是 internal data and channel。在一般硬体当中，每个 module 里面也许有许多比较小的 module， 或者是可能 process 与 process 之间可能会去做一些小小的沟通。在这里，我们提供了 SC signal 这样子的一个语法来去支援。最后，我们在 System C 里面每一个 module 里面也有可能会包含某一些小的 module， 而这些小的 module 呢，它的整个语法都是含在大的 module 里面。
接着我们来介绍资料传输的部分。这里常会用来描述资料传输的 port 的语法，包含了 SC in、SC out 以及 SC in out。就像这个图上面所想的，在描述每个 module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定义每个 input 以及 output port 是什么。接着是 channel， 在 channel 部分的语法是 SC signal。那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 ，SC signal 它其实本身并没有所谓的时间概念，它仅仅是一个类似像 wire 的一个概念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 module 里面所运算出来的某一个变数，当运算完有需要被另外一个 module 所使用的时候，它会立刻的传到这个 module 里面。所以呢，本身若是使用 SC signal 这样子的语法，它其实是没有时间概念在里面的。最后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小的 module， 一般都会介在 module 以及资料传输通道之间，我们称作 interface。interface 主要是要用来控制资料的流进以及流出，意思是说，当符合某一个条件之下，这个资料才会进行流进以及流出的动作。接着，我们来介绍一下 System C 的特点，也就是 Event-based Simulation。透过 Event-based Simulation，System C 的各模组可以平行化执行，这也符合了每个硬体在运作时的一个特色。在描述 event 的方式，可以是在某个布林值的正或者是负，也就是说，当某个数值为正或为负的时候，它会去做后续的作动，或者我们可以当某一个数值发生变动的时候，来产生一个 event。若是采用布林值的正负来当做是一个 event 的话，其语法为 sensitive 底线 pose 小于 x。若是让使用布林的负值来当做是一个 event 的话呢，它的语法是 sensitive 底线 neg 小于 x。若是我们想要把一个 event 的定义当作是某个数值发生变动的时候发生 event， 它的语法为 sensitive 小于 x。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语法控制，我们就可以来定义每一个 module 它在什么时间点才会进行作动。有了基本的 System C 的语法概念后，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简单的范例。假如我们要描述一个有2个 input 输入的一个 AND 闸，在前面有提到，我们要首先要先包含一个 System C 点 H， 我们才可以去使用到后续的 library。接着，我们要去定义一个 module， 这个 module 呢，它的语法前面有提到是 SC module。而我们可以去继续的定义这个 module 它到底的名字叫做什么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定义了这个 module 的名字叫做 AND2。接着，我们也可以去定义在这个 module 里面它的 input port 以及 output port 为何。在这个地方，它的 input port 为 A 以及 B， 所以呢，它的语法为 SC in。而它所使用的资料的 type 为布林代数，布林的行为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 output， 我们定义为 O， 它的 keyword 为 SC out， 而资料的 data type 呢，也是属于布林。接着，我们在 System C 其实它是建立在 C++ 之上，所以每一个 module 它都是类似一个物件的概念。在 C++ 语法里面，我们在定义一个物件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建构子 constructor。在 System C 里面呢，每个 module 里面也必须要有一个 constructor，
而这 constructor 呢，它的语法为 SC construct。那另外，它 construct 出来的名字呢，也叫做 AND2。那在这 constructor 里面呢，我们会去定义了这个 module 呢，它的 function 为何，它的功能为何，以及它的启动条件为何。以这个例子来说，它的启动条件为当 input A 以及 B 有做变动的时候，这个 module 就会做动。接着，我们可以去定义这个 module 它的实际的功能为何。那因为它是一个 AND 闸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写类似像在 C++ 里面一个 function 的一个概念，去把 A 以及 B 两者所读出来的信号去做一个 AND， 最后呢，把它输出到 O 这一个变数上面去。完成一个 module 之后，接着我们来实际的写一个 System_C 的主函式，主要有分成4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必须要先把整个硬体的结构先列出来，意思是说，这个硬体目前有用到哪些模组，也就是 module。在还没考虑 module 之间的连线的步骤之前，先把所有会使用的 module 先行列出，其次再进行各个 input port 以及 output port 的一些宣告。完成这些 module 的 input port 以及 output port 的宣告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硬体的这个连线。最后一步就是开始做模拟。通常这个部分的语法都会写在另一个称作 testbench 的档案。一般来说 ，testbench 档案所扮演的角色是负责描述硬体的模拟行为，并可做一些结果验证。首先，我们举一个第一步骤的例子，在前面投影片中所说明第一步骤是先将整个硬体的结构先列出来。在这页投影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建立几个小的模组之后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模组当中去做呼叫，把这些小的模组把它呼叫出来。例如，我们有一个 OR2 的一个模组，它就是用来产生 OR1 以及 OR2 的小模组。接着，当所使用的模组被建立起来后，我们可以让这些不同的模组之间要做连线。在做连线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去做各个小模组之间的 input port 以及 output port 的宣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分别的去做各种不同小模组之间的 input port 以及 output port 的宣告，以及它即将使用的硬体的连线的名字为何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有一个连线叫做 A、B 以及 CI， 另外呢，也有另外一个连线叫做 CO 以及 SUM。另外，在模组之间的各个不同的连线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去做了一些简要的宣告。当宣告完这一些连线以及 input port 以及 output port 的宣告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实际的去做硬体的不同的连线了。这一步主要是要进行各模组连接附的一些连线，必须要确保连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浮接的情形发生。而这一页我们也展示了一个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式撰写之后，它实际的模组之间的一个连线行为为何。最后，则是进行 System_C 的模拟。在前面有说过，这一部分的程式码一般都会写在 testbench 的档案当中，让用来验证的程式以及用来描述硬体的行为的程式能够分开。在本页的程式码当中呢，首先会先去做整个模拟的环境去做一个初始化，接着呢会进行档案的读取，而在这个档案里面呢，则可以去记录我们即将要用来测试的资料。最后，我们再将这些读进来的这些测试资料喂进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input 的当中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会去对一些 input 以及 output 做初始化。那以这一页投影片为例，
我们整体的模拟时间为10个时间单位。在这边必须要去注意，在这边我们并还没有任何的时脉资讯在里面，所以在这个 SC cycle 的10呢，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个时间单位而已，不能够说它是 cycle。最后，当全部模拟完之后，就可以结束这一回合的模拟。那在这地方需要提醒各位同学的是 ，TestBench 的撰写并不是只有这一页的撰写方式，设计者其实还是能够针对他的需求来去做符合要求的 TestBench。我们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Take some scene two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。